大家好，我是大明。与龙的传人相对应的奇门遁甲之术不仅神秘莫测，而且深奥难懂。尤其是八门遁甲之术，更是其核心的所在，能够洞察天机，破解世间万象的谜团，天地人之间的奥秘在八门遁甲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而在预测凶吉祸福时其威力更是无可匹敌。但今天我们聊聊奇门遁甲中的生门和死穴，这些跟我们的债务问题有什么相关呢？很多人认为债务是一个死穴，总是避之唯恐不及。但其实债务也有生门。如何找到生门，将债务转化为财富的源泉呢？这其中又有什么玄机呢？首先我们要清楚，负债这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人类从匮乏走向富足的一个必经的一个阶段，是时代赋予生命的晋升的一个课题。经得起负债的考验富足的生活就呈现出来了。经受不住负债的考验就有可能被社会淘汰了。但是不是肯定的有本事的人有富人潜质的人才会有债务。负债其实并不可怕，没有什么不好的。反而我们想想，最早的负债让你最终得到了什么呢？简单些，是不是面对它就好了呢？当你正面对负债的时候，全力以赴做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事业的专注度非常高。负债这个时候会怎么样？是不是就会止损？接下来是不是财富才慢慢的开始翻转了？咱们开头说了一大通奇门遁甲，这个债务的死穴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有些人有了负债会越陷越深呢？负债的感觉它像什么呢？它就像一个深坑，就像那个沙洞像的，对吧？有些人可能一旦陷入进去他就出不来了。这个死穴的形成往往可能源于个人的逃避和无作为，当然也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因素了。当普通人面临负债累累困境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感到无助和绝望，压力如山大，是吧？蔡格尼克效应的作用让他们无法轻易摆脱这种困境，完成驱动力不断增强，内心的焦虑和压力就如这个脱缰的野马肆意奔腾起来了。那甚至为了还清债务，他们可能会四处向亲朋好友借钱，希望能够得到帮助。然而这样往往就会使他们越陷越深，这个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因为借来的钱并不是长久的解决方案，而是可能会让他们欠下更多的人情债，或者陷入更为复杂的财务困境。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帖子说有一个人疫情期间因为投资失败了，导致他7张的信用卡逾期了，本金30多万，现在违约金加利息滚到40多万，其他的什么小贷、网贷等平台又借了几万，目前工资也就几千块钱，还不够还每个月的利息。现在银行的法务部都联系他了，说是要起诉他，微信和支付宝也被冻结了，父母在老家也没收入，他还有房贷，还有孩子要养，想想都挺糟心的，对吧？这种负债的感觉不仅会影响个人的心理状态，还会对生活和工作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个债务就像一扇半开的门，它既有死穴又有生门。死穴在于它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和困扰，让人陷入这个绝望的境地。而生门需要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态度和行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生门你知道吗？并非易得，需要用心去寻找。这个里面诚实可以让我们量力而行，它是我们手中最锐利的工具，它足可以剖析我们的内心，去真正的了解自己。面对内心是比较痛苦的，别人也许会有什么异议，还有什么不理解，你都不要去踩它，
但只有你收获是最大的。当衡量这笔买卖是否合适，当你完美的解决问题，这样的收获岂止是表面的，经验和知识一般人也是无法得到的。现在有一种叫做躺平生活，许多年轻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的去追逐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相反，他们选择了一种更加放松的生活方式，就是躺平。这种是有意识的减少劳动和消费，追求内心的平静和生命的自我消解。我认为躺平或拼搏需要讲究好一个分寸，过度躺平是逃避现实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但在躺平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利用这段时间去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调整好方向，优化生活方式。这样呢，我们养精蓄锐，等待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无论你是防守躺平型，还是进攻拼搏型，或者是什么防守反击型，我们首先都要面对接受自己，接受负债，因为这些都是成长和进步的过程。积极的心态和行动，我们可以将负债转化为自己的优势，甚至是人生转折点。那什么才是财富增长的关键呢？首先要喜悦地关注自己的财富入口，而不是过度地关注你的负债。不仅要每天关注你的进账，更要关注你的财富入口。当你专注于某一个财富入口时，你的创造力就会助你显化不可思议的财富。你想想，你的租金也好，投资也好，时不时的钱到账，这种感觉是不是每次都很喜悦呢？所谓君子好财，取之有道，理性的投资理财，或者是提升自己的技能，强化人脉关系，财富的入口多种多样，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关键是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方式，并持之以恒的去努力。也要保持开放的一种心态，把接收的外界消息和信号频率去放大，不断的学习和探索新的机会。这个里面这个主人公是谁呢？就是褚时健。他从中国烟草大王到阶下囚，再到古稀之年的中这个褚橙，褚老曾从容地谈到，年轻人太着急了，我80多岁还在摸爬滚打。这种耐心是一种老者经历千帆过尽后的心得，这里没有无奈，而是让人心生敬畏。我想他具备探索、创新和积极改变的品质，这些品质使他不断地突破自我，迎接新的挑战。同时呢，他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朋友圈和一支打不散的团队，他们相互支持，共同成长，这也是人格魅力和企业家精神最终的诠释。他对失败保持敬畏，总结经验教训，不断的完善自己。所以呢，这个第2条就是什么呢？要对失败保持敬畏，欣然的接受一切。事实上呢，债务越多的人，驾驭财富的能力呢就越大，他们能够支配更多的财富，创造更多的奇迹。不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负债上，而是关注到你的创造力和能力上。巴顿将军说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你们发现没有通常情况下，有债务的人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呢？就是不愿意给自己花钱，因为总是生活在什么呢？一种内疚，他总认为自己有欠款嘛，有欠债嘛，因为总是活在内疚里。但是如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偶尔呢享受一下自己给自己花钱的感受，你的情绪呢就会改变，能量呢就会提升。有些负债的人呢，给予别人的时候呢大手大脚，给予自己花钱的时候呢斤斤计较，这是在掏空自己的能量偶尔给自己花花钱，让自己能量提升，这样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显化变成财富。你发现没有，在我们的朋友当中，我们总是有这种同频相吸的那么感觉。
那跟对财富有感觉的人在一起，慢慢你的财富的感觉会越来越好。因为潜意识的这个种子可以被熏陶，你可以被有钱的人同化为有钱人，你也可以被穷人同化为穷人。盘点一下你身边的人，想想你是喜欢和他在一起，还是讨厌和他在一起。如果你讨厌财富的人，那么你的财富必然受阻。说到这里有一种效应我们需要讲一讲，叫做期待效应。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曾去一所学校进行测试，他选取了他认为以后学习优秀的人，然后将这些学生的名单呢交给了校长和老师。老师和校长对这些学生格外的关注，也想看看这个心理学家所说的话是不是正确，他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结果怎么着？大家大吃一惊和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所说的一致，这些学生果然都是学习优异这正是什么期望定律，这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暗示。实际上学生自身进入到自己是一个学习优异的好学生的设定，所以他拼命的学习，想不负众望。校长和老师对这些学生也是格外的关注，对于学生的进步也是有莫大的帮助的。在这个价值观不一致的时代，大家都有各自的看法和想法，假装有钱也许是虚荣心作祟，也许呢也是一种自我的激励，也许是期待效应。但在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是让对方感觉到自己的交往的价值。假装有钱的意义并不是那么表明，那么浅显，而是一道敲门砖，让自己有更多展现自己的可能。这就好像一个人穿着打扮的很体面，和一个穿的格格缩缩的人呢去面试，面试官多半会选择那个打扮得体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能够花钱用心思去投资自己的人都不会差到哪里去。很多人被负债困扰了多年，现在请你冷静下来，真正的体验负债10分钟。你要保持安静，去聆听内在的声音。只有当一个人足够安静时，才能够听到内心的声音，才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每个人都有专属的创富基因但不要抱有幻想，必须要打破幻想，勇敢地面对真实的自己。当你突破无限的恐惧，你就拥有无限的自由。负债并不是生活的终点，而是成长的起点。只要我们愿意面对，敢于改变，负债也可以成为我们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愿你在负债的生活中精神抖擞，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早日负债全清，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